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手肘的联动以及这个大腿的多段联动，如此丝滑的联动只要1张多的价格。相信不少人会眼熟啊，没错，就是常道的巡界史系列。之前呢已经推出了一款绿色的龙脊，而本次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红色的赤羽，1张多的价格，玉涂装、铁骨，甚至呢还给到了一个可以联动展开并且可以收纳武器的地台。那么废话不多说，咱们接下来看一下本次赤羽的一个表现。因为都是一个系列的，所以赤羽跟龙脊的盒子风格呢是一致的。视频的时长呢会比较长，所以这边也做了分段，大家可以按序来进行观看。本只赤羽呢依旧采用的是一个士兵盔甲的一个造型，整体呢采用的是红色、白色以及黑色，金色呢是一个点缀色。本次的金色呢全部都是玉涂装的，所以整体的观感呢会比一开始的龙脊呢要好上不少。而大家可能会觉得本次赤羽跟龙脊是完全一样的同模换色，其实并不是。龙脊跟赤羽呢两者的元素呢都代表的是四圣兽，所以赤羽代表的是朱雀，在赤羽的面具头以及它的肩甲部分呢都能看到一个明显的鸟元素。这一点呢与龙脊是不一样的，龙脊代表的是青龙元素，所以它的面具以及肩甲上的造型呢都会有所不同。除开前面提到的这个元素不同呢，剩下就是武装跟配色的区别了，其余地方基本是一致的。在头部呢同样附带了磁控灯组，本次赤羽呢是附带的红灯，灯组呢有2种发光模式，第一个呢就是常亮，第二个则是一个呼吸灯。与龙脊相同，同样是附带了双头雕的配置，除开金甲面具以外，还会有一个正常的头雕，上方的辫子呢也是不同的长短，大家可以自行选择安装。而前面也提到了，本次依旧是附带了一个玉组装铁骨，金属分布呢基本是在承重的关键位置，所以整体重量呢控制的还是比较不错的。全副武装的情况下是300克，不会很坠手，但是也会有一定的分量。接着呢，咱们来讲一下可动。可动部分呢与龙脊基本是相同的，头部这边呢采用的是球冠进行连接，脖子呢也是具备单独的一段可动的。通过球冠和脖子的调整呢，整体的一个低头幅度大家可以参考一下。同时呢，因为脖子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可动，所以头可以实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前探的一个探头动作。在探头的过程中呢，背后的金色零件也会随之联动，实现一个防穿帮的效果。抬头呢也同样是依靠2段关节，整体的幅度大概是这样子。头部的侧摆和旋转呢都是依靠球冠进行实现的。肩甲呢是手臂根部衍生出来的一个连接件，所以并不是套筒结构，它是通过球冠来进行连接的。这样的一个连接方式呢，可以让肩甲实现一个大幅度的外拉，球冠的连接呢，也能让它实现一个更自由的角度调整。肩甲下方的领件呢，也是可以支持单独调整角度的。轻微的上抬呢，可以模拟肩甲随风飘扬的样子。如果不喜欢呢，也可以将肩甲放下来，贴合在手臂上。而在肩膀处，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个明显的分件，它不同于常规的拼装模型，采用的是外拉关节，它的活动方式呢更像是一个成品的可动人偶，采用的是类似蝴蝶肩的一个配置，这样呢能保证有一定手臂内收的同时呢，还能保持一个比较不错的造型完整度。不只是手臂内收，在手臂平抬的时候呢，同样会有一个角度的提升，所以整个手臂的平抬幅度是非常大的，达到了150度左右。大臂的平转没什么问题。手臂曲肘是一个双段的关节，整体的幅度大家可以参考一下。手臂曲肘的时候呢，联动会将黑色零件拉出，这样子呢会在手臂肘关节这边呢形成一个完整的填充，保证肘关节的一个完整度。手腕呢也有一定的角度调整，随着手腕活动的时候呢，后面的黑色零件也会随之联动。接着咱们来看一下腰部的弯腰可动。首先呢，正常的直接弯腰是2段式的，在弯腰的过程中呢，后背这边也会有一个联动的效果，形成一个比较不错的曲线。前面为什么说是正常弯腰呢？因为在胯部这边呢设立了一个活动结构，这个活动结构呢大家应该不会陌生，所以说咱们可以直接将这个胯部向上提，实现一个倾斜的状态。结合起来之后呢，大概的弯腰幅度就是这样子了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。腰部的侧摆呢主要是依靠上半部分的胸部来进行实现的，旋转呢也是分为了2段，胸部一段，然后腰部的根部也有一段。接着呢，咱们的视角来到下半身。首先前肩胛这边呢是可以向下拉伸，拉伸后呢可以实现一个大角度的平抬，并且它的连接方式呢是球冠，所以可以很自由的调整角度。侧肩胛呢同样是球冠连接，可以实现一个角度调整，并且也能实现一个比较大程度的一个平抬。侧肩胛两侧的红色小零件呢也同样支持角度的调整。后肩胛支持直接平抬，实现一个后踢的避让。在胯部呢还设立了一个下拉关节，下拉之后整体的一个前踢还有后踢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整体的一个角度。侧踢呢也是可以达到90度的。大腿根部附带平转，可以实现角度调整。腿部弯曲的幅度大家可以参考一下。这个腿部的联动呢应该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地方了。咱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本次腿部弯曲的一个联动。首先呢会有一个黑色装甲的位移，接着就是重头戏了，在膝盖处的位置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白色的零件，随着腿部弯曲，白色零件进行避让，同时呢膝盖零件从白色零件穿过，然后白色零件刚好会填充在末端的位置，实现一个完整的膝盖造型。
在小腿处呢，同样也有一个避让，随着腿部弯曲，小腿处的零件会向内进行一个内收，这样子呢，可以给大腿实现更多的一个空间，实现大腿跟小腿的一个贴合。很明显，长道是将它的成品的一些联动技术下放到了拼装里面，而脚部这边的话就没什么特殊的东西了，脚尖可以单独进行角度的调整，整个脚呢也支持上摆跟下摆的角度调整，脚部的侧摆接地呢，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。接着咱们来看一下武装部分，首先呢是它的背包，相较于龙脊的机械臂，赤羽的背包呢它是一个飞行器，两侧呢会有羽翼的一个造型，同时下方呢也有燃料罐跟小羽翼的一个造型。背包上肉眼可见的部分全部都是通过插装进行连接的，所以每个部分呢都可以支持单独的一个角度调整，所以整体的自由度还是比较高的。上身周的效果大家可以参考一下，整体的翅膀尺寸呢并不算是很大，不过机甲的世界嘛，这么小的翅膀也是可以飞的。接着咱们来看一下武器部分，首先呢是一个手弩，手弩采用的是金色跟黑色两个颜色，箭头呢也是单独的分件，两侧的工艺正常情况是收纳的，可以实现向外的一个展开，还原完整的一个形态。手弩一共提供了2把，搭配握持手型呢可以摆出很多动作。另一个武器呢，结合这个角色背景，应该是一个火铳，也是金黑的配色，数量呢也是提供了2把。手弩的握把呢是可以向前进行一个收纳，背后这边有一个装位，咱们对准火铳的前面的枪口，这样呢就可以组合成一个重弩的样子了。大家应该也看得出来，龙脊是近战武装，而赤羽呢就是一个远程打击的武装了。搭配上带翅膀的背包呢，也可以实现空中的一个火力压制。当然，如果你想近战呢，也是没有问题的。咱们这些翅膀的零件呢，全部都是可以支持拆卸，身上呢都有各处的接口，可以随心的安装。比如，你可以将翅膀安装在小臂上，形成一个臂刃。配件中呢也附带了机械臂，通过机械臂呢，咱们也可以将武器安装在背包上，或者安装在浑身各处的孔洞上，实现多武装的搭载。而手弩跟火铳呢，也可以通过连接件安装在身上的这些孔洞上面，实现武装的一个收纳。最后呢，咱们来看一下本次的一个地台。首先，这个地台并不只是能支撑人物，它也是可以通过连接件来安装上背包，让背包进行一个单独的展示。当然，这个地台呢，并不只是支撑的一个作用，它在底部这边呢有一个装置，咱们可以将其翻开，它会有一个联动展开。这上面呢其实就是一个收纳架，左右呢都会有。收纳架上方这边呢会有一个卡口，咱们可以将其翻出。左右两边呢都会有4个这样子的卡口，咱们呢可以将武器直接搭载在这个上面，实现一个收纳状态。当然，你也可以通过连接件收纳在上方的孔洞里。搭配主体摆在一起呢，确实是有一种古代兵工坊的感觉。咱们做一个总结，整体来看呢，确实是一个比较性价比的产品，在这个价位给到了贴补，并且呢有给到一个非常成熟的联动方案，这一点呢是我最满意的一点。大家如果想要奔着把玩和联动去呢，那这一款我觉得是入门的一个非常好的选择，而且呢大部分都是隐藏水口，对数阻挡呢也会比较友好。如果不喜欢颜色呢，也可以进行一个板喷。那么大家对这款产品有什么问题的话，也可以在评论区讨论一下。咱们下期再见了。